夜袭梁赞空军基地，俄军导弹工厂与猎油系统遭重创，毁俄大型弹药库，轰炸核心后勤，切断俄生命线，精锐空降兵惨遭歼灭。俄军弹尽粮绝投降潮爆发，第70摩步师师长被击毙。乌军赫尔松反攻，摧毁俄指挥中心，扎波罗热破俄2道防线。俄监狱征兵10万填前线，乌无人系统重塑战场秩序。2025年10月24日，俄罗斯能源战线再度传出噩耗，乌克兰无人机突袭了位于梁赞的俄罗斯中部最大炼油厂之一，年产能高达1700万吨的梁赞炼油厂，精准击中了其核心 AVT 二元油蒸馏装置，核心设备报废，对生产能力造成巨大影响。这座炼油厂是俄罗斯第3大炼油设施，也是俄军后勤燃油供应的重要支点。据开源情报防御者报道，梁赞上空当晚出现多架不明无人机，其后连续传出爆炸声。爆炸还波及了附近的加吉列沃空军基地，多处军事设施被毁，火光冲天。情报显示，乌克兰使用了国产的佩克洛巡航导弹，成功突破俄防空网后命中目标。据悉，这家炼油厂隶属于刚刚被特朗普政府列入制裁名单的俄罗斯石油公司。乌克兰使用的是最新型佩科喷气无人机，命中率惊人。几乎在同一时间，距离战线2000公里之外的俄罗斯科佩伊斯克市也传出爆炸声。当地的 Plasmas 兵工厂被确认大规模受损，其弹药车间几乎被彻底摧毁。该厂是俄军的重要军工基地，负责生产炮弹与非制导火箭弹。俄方对此依旧否认遇袭，声称工厂发生了意外事故。但从卫星影像与目击画面判断，爆炸的破坏力显然超出了意外的范围。现场的多栋厂房被完全夷平，浓烟持续数小时未散。分析人士指出，这一轮行动显示，乌克兰的打击范围已不再局限于边境，而是向俄罗斯纵深腹地全面延伸。梁赞炼油厂、加吉列沃空军基地与科佩伊斯克兵工厂分别承担着俄方的燃油、空军与弹药供应任务，三者被同时击中，相当于削弱了俄军油料弹药空中支援3条关键链路。据统计，自8月以来，乌克兰已对俄罗斯境内炼油设施发动了43次打击，几乎每隔1-2天，俄境内就会出现炼油厂燃烧的景象。克里姆林宫嘴上依然强硬，但现实却是产能骤降，出口受阻，储油过剩。俄方不得不以低价抛售石油，而关闭油井又意味着可能永远无法重新起风。如今的俄罗斯正陷入一场自毁式的能源困局。更糟的是，油荒已经开始向周边国家外溢。蒙古过去95%的燃油依赖俄罗斯进口，如今因为俄方全面禁止汽油出口，被迫转向中国采购。换句话说，乌克兰无人机的每次轰炸，反而在无形中推高了中国炼油业的出口需求。当地时间10月22日，乌克兰情报总局确认，他们在俄境内的斯塔夫罗波尔地区发动突袭，目标直指俄军第247空降团的驻地。此次行动不仅炸毁了俄军设施，还击毙多名精锐伞兵。乌克兰特工在当地反俄武装的配合下，秘密潜入斯塔夫罗波尔的54801部队检查站一带。渗透行动完成后，双方爆发激烈交火，乌方成功引爆俄军基地。从社交媒体流出的现场画面可以看到，爆炸区浓烟滚滚，火光冲天，多处建筑被完全摧毁。目击者称，听到连续6次巨响，当地道路被紧急封锁，救护车与消防车不断进出。乌军在行动中击毙了3名被指控参与乌克兰战争罪行的俄军空降兵。俄方目前尚未就事件作出明确回应，仅承认该地区发生爆炸，但否认遭到袭击。值得注意的是，斯塔夫罗波尔距离乌克兰边境约700公里，地处黑海与里海之间的分水岭，战略位置极为敏感。乌军选择打击这里，被认为是一次具有强烈信号意义的深度渗透。这是乌克兰情报部门近期对俄境内发动的最新一轮打击行动。过去几个月，乌方多次深入俄罗斯本土实施破坏任务，莫斯科、圣彼得堡等核心城市都曾遭渗透。就在2天前，
乌军还破坏了圣彼得堡沿线的铁路交通，重挫俄西部的后勤补给系统。另外，10月23日凌晨，俄罗斯别尔哥罗德州瓦卢伊基上空骤然亮起火光，连绵爆炸震碎了黎明前的宁静。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在随后确认，一支无人系统部队成功袭击了当地一处大型弹药库，引发连锁爆炸，冲天火焰直冲数百米高空。10公里外的哈尔科夫边境居民都能看到夜空被照亮如昼。卫星图像显示，这处占地约12万平方米的设施是俄军东北方向最大弹药集散中心之一，储存着数千吨炮弹与火箭弹。爆炸后，弹药接连殉爆，火光持续3个多小时，金属屋顶被震飞数百米，巨响在边境地区反复回荡。目击者称，整座城镇的窗户在冲击波中被震碎，夜空被火球染红。俄国防部虽宣称当日击落293架乌军无人机，但未能拦截袭击瓦卢伊基的机群，暴露出边境防空的严重漏洞。分析人士指出，乌军使用了新型低雷达反射面无人系统，通过分批穿透防线实施饱和攻击，使俄军防空系统在目标识别阶段即陷入瘫痪。要知道，瓦卢伊基对于俄军的重要性不亚于后勤心脏。自2022年哈尔科夫反攻后，它取代别尔哥罗德成为支援库皮扬斯克方向的主要物资中转站，俄军弹药从这里出库，经公路运输仅需6小时即可抵达前线。此次袭击摧毁的正是这一关键节点。外界认为，这次打击不是单纯的战术胜利，而是对俄军补给体系的致命一击。库皮扬斯克方向，俄军突击分队已渗透至城区南部。乌军增援部队虽未直接进入城区，而是在城外组织反击，并推进至佩夏诺耶西部郊区，意在切断俄军补给线。奥斯基尔河东岸，俄军沿河推进，并用2枚龙卷风 S 制导火箭炸毁临时桥梁，但因河道较窄，短期内仍可架设新桥。库皮扬斯克战场目前正处拉锯状态，俄军每天消耗上千枚炮弹，如今补给链被腰斩，若被迫改到米列罗沃枢纽，运输周期将拉长至18小时以上，且极易遭遇乌军无人机伏击。如今的库皮扬斯克已成为战场的风暴中心。俄军虽仍占据部分城区，但南部防线持续承压。乌军在瓦卢伊基的成功突袭，使俄方前线弹药储备仅能维持约72小时的火力强度。若3天内无法恢复补给，俄军可能不得不主动收缩阵地，为乌军创造反攻窗口。俄军当天虽以报复性空袭轰炸乌克兰能源设施和军工厂，宣称摧毁多枚制导炸弹与无人机，但未能扭转后勤被动。随着冬季冻土期临近，机械化部队的补给需求将激增，而燃料与弹药的短缺势必削弱俄军在哈尔科夫方向的攻势潜能。城区战事方面，俄军自10月以来向波克罗夫斯克投下860枚航空炸弹，单日最高达156枚。尽管乌军已控制中心城区，但俄军仍在西部城区边缘渗透，局部灰区持续存在。同时，俄军进入延丘尔河西岸的亚豪伊卡，距胡利波尔波克罗夫斯克公路仅5公里，但波克罗夫斯克至后方小路众多，切断一条主路影响有限。乌克兰在收复多布罗皮利亚北部的库切里夫亚尔村后，顺利疏散了10名被困平民。该村长期被俄军包围，如今包围圈已被摧毁，俄军几乎无抵抗即投降，显示出被围部队已接近弹尽粮绝。此前有人质疑乌军攻坚能力，但此次行动显示，乌军更注重减少不必要消耗，以快速稳妥的方式完成目标。另外，乌军第81空中突击旅阿帕奇营在谢列布良斯基西维尔斯克一线，利用 FPV 攻击无人机群，成功击退俄军多次重装甲与摩托化步兵进攻。尽管俄军向波克罗夫斯克投掷156枚滑翔炸弹，但由于制导精度不足，加之乌军地下掩体坚固，未能造成有效杀伤。乌军凤凰城无人系统分队摧毁了俄军一个无人机控制点，1门火炮及7辆卡车被击毁，歼灭至少50名俄军，其中无人机操作手超过20人。在南翼米尔诺拉德村，第7军也成功击退俄军进攻，歼敌18人，但整体局势仍然紧张。近日，
俄罗斯第70摩托化步兵师师长阿列克谢·普利索夫被击毙。普利索夫曾参与顿涅茨克机场保卫战，并于2016至2017年担任第1独立摩步旅副旅长。与此同时，前线一处俄军弹药库被炸，多名士兵忙于回收仍可使用的炮弹，可见俄军补给紧张。在战俘与遗体交接方面，乌克兰战俘待遇协调总部称，俄方已移交1000具乌军阵亡士兵遗体，乌方将进行 DNA 鉴定，并感谢国际红十字会提供协助。与此同时，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公开谴责俄军对哈尔科夫一所幼儿园的轰炸，痛批世界第2强军竟在与儿童作战。这起袭击造成1人死亡，6人受伤，48名儿童被紧急疏散。泽连斯基强调，乌克兰将以更猛烈的反击予以回应，并表示乌方的攻击已能够深入俄罗斯领土多达3000公里。国际社会还在继续加大对乌援助。芬兰宣布拨款1亿美元支持乌克兰，并加入欧洲的 PRO 计划，用于采购美制装备。西班牙也表示将参与该项目，尽管金额尚未披露。基辅方面则希望获得更多防空系统与远程打击武器，包括爱国者与战斧导弹，但美方对后者的授权仍存变数。此外，俄媒援引克里姆林宫内部消息称，俄罗斯正为更大规模战争做准备，未来3年，所有可用资金将优先投入军事生产。公开国防预算已超 GDP 的 8%， 若计入建筑、数字化、医药等隐性开支，总体军费将超过 GDP 的 12%， 即超过2600亿美元，已超乌克兰全年 GDP。据称，这些资金并非用于现有特别军事行动，而是针对更强大敌人的战略准备。当地时间10月23日，乌克兰军队在赫尔松地区发起突袭，拉开了南线反攻的序幕。据诺尔报告消息，乌军地面部队率先突破俄军防线，与对方爆发激烈交火，并成功控制多块阵地。随后，乌克兰空军迅速出动，为地面部队提供强力支援。一架米格29战斗机投下 AISM-250 高精度制导炸弹，精准命中俄军的无人机控制中心。紧接着，俄军指挥控制中心也遭到猛烈轰炸，多栋建筑被彻底摧毁，现场一片火海，碎砖残骸散落满地。空袭之后，乌军继续在前线推进，赫尔松左岸的局部反攻仍在持续。分析认为，这次行动可能是乌克兰在南部战线准备更大规模攻势的信号。近期，整个南部战场的交火频率明显上升，赫尔松、扎波罗热、梅利托波尔一线不断传来新的战报。值得关注的是，10月23日晚，第聂伯河畔再次陷入火海。乌克兰第47机械化旅在赫尔松安东尼夫斯基桥旧址下游强行渡河。战场影像显示，当晚23时许，乌军工程兵在星链侦察系统指引下抢建浮桥，但俄军 FPV 无人机群迅速锁定目标，首轮轰炸便将3节桥体炸成碎片，2名工兵当场牺牲。浮桥被毁，突击仍未停。乌军指挥部果断下令双线强攻，6艘突击艇趁夜色分散突进，以残桥吸引火力。热成像画面中，距俄军暗防仅800米时，俄军炮火突然覆盖，瞬间2艘小艇被击穿。幸存士兵抱着浮具在急流中推进，数小时后，3连步兵终于在炮火间登上左岸，建立3公里滩头阵地。代价惨重，17辆装甲车沉入河底，浮桥残骸横陈河面，宛如一条铁丝网长蛇，昭示着这场血战的代价。仅数小时后，俄军便展开疯狂反扑。据乌克兰总参谋部10月24日通报，过去24小时内，第聂伯河东岸爆发207次交战，俄军12次集中攻势全部被击退。俄方动用了天竺葵2自杀无人机群以及 T-Rada-2S 电子战系统，致使乌军星链通信终端大面积失联。一名乌军士兵形容，俄军反扑就像3板斧，先以光纤无人机侦察，接着重炮覆盖，再以步兵蜂拥冲锋。第34海防旅发布的视频显示，前线士兵需同时应对空中轰炸与地雷陷阱，补给独木舟被炸毁的比例高达 63%。长期以来，赫尔松沿第聂伯河形成对峙态势。
俄军多次试图渡河进攻乌军控制的右岸地区，但屡屡受挫。近期俄方宣称在克拉别利尼地区发动攻击，但乌克兰第34海防旅随即发布视频予以驳斥，显示该市依旧平静，乌军照常在市区巡逻。与此同时，俄乌边境的森林地带正成为新的焦点战区。由于频繁交火，大量林区被战火波及，约60%的山火由战斗引起。随着冬季临近，森林地区的作战环境将愈发复杂，双方都在为即将到来的冬季攻势做准备。据悉，俄军近期向赫尔松和扎波罗热方向持续增兵，试图打开乌东局势，但多线作战令其兵力调度愈发吃紧。前不久，扎波罗热方向的乌军第33突击团在新一轮反攻中打出罕见突破，装备豹 2A7 主战坦克的先锋连仅用72小时，连续撕开俄军2道核心防线，推进约5公里，距离战略重镇托克马克仅1步之遥。前线画面显示，德制坦克群在炮火与浓烟中快速穿越布满龙牙和反坦克壕沟的防区，乌军旗帜重新插上了维尔博沃以西高地。这是自2023年秋季以来，乌军首次在该方向实现实质性推进。扎波罗热南线速以雷区密布、电子干扰严密著称。俄军在此布设的混合雷场密度高达每平方米3枚，并依托克拉苏哈4系统封锁空域。然而，乌军此次行动展现出北约战术与装备的高度融合，成功破解重重封锁。乌军此次推进的终极目标托克马克被视为俄军南部防御的枢纽。若该城失守，乌军将能西取梅利托波尔，切断克里米亚陆上补给线，东向则可包抄顿涅茨克防区。更重要的是，托克马克一旦被纳入乌军火炮射程，克里米亚大桥的后勤安全将岌岌可危。目前，俄军虽退守第3道防线，但迹象表明其补给体系正在崩溃。乌军海马斯火箭炮此前摧毁了3处大型弹药库，导致俄军前线火力密度骤降 40%。补给受阻，增援延误，使得俄方纵深防御体系出现明显裂口。多位军事分析人士指出，若乌军继续扩大突破口，俄军纵深防御加机动反击的整体结构恐将被连根撕裂。2025年秋天的哈尔科夫方向，战争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景象。一群俄军士兵在坍塌的掩体中举起白旗，投降对象不是乌克兰士兵，而是一批携带炸药的地面机器人与盘旋在空中的 FPV 无人机。这些战俘最终被无人系统押送至乌军阵地，全程没有任何人类参与。这一幕象征着俄乌战争正全面进入人机对决的新时代。俄军的秋季征兵并在全国范围内全面启动，规模高达 13.5 万人，其中10万名俄来自监狱系统。面对正规兵源枯竭，克里姆林宫不得不将囚犯视为可消耗的资源。重刑犯若签下战死免刑的合同，不仅刑期清零，还能领取约40万元人民币的高额抚恤金，但必须随即被送往前线高危地段。征兵手段也进入智能化时代。俄罗斯内务系统将户籍、社保、税务和出入境信息整合，征召通知通过手机应用直接推送，一旦逾期未报到，系统将自动冻结账户并限制出境。有被俘士兵透露，我们排里有3人是从监狱来的，他们第1天就被派去排雷，能活过3天就算奇迹。在哈尔科夫战区，囚犯连被称作消耗部队，短时间内填补战线空缺，却以极高的死亡率为代价。与俄军的人力消耗形成鲜明对比，乌克兰的无人机军团正在以工业速度重塑战争模式。自2025年起，乌军无人机月产量突破3万架，其中80%是 FPV 自杀式无人机，单机成本仅$1000。生产网络覆盖全国500余家地下工房，从基辅的地铁厂房到哈尔科夫居民区地下室，工程师们使用中国零部件拼装机体，欧洲资金支持生产，美国技术团队提供算法与通讯方案。2024年，乌克兰全年无人机产量达到220万架，是前1年的近3倍。虽然核心部件几乎全部依赖进口，但分散式制造模式让乌军具备了极强的应变能力。如今，每分钟平均可组装2架无人机，而这些低成本飞行器已成为俄军的噩梦。
他们或集群组成空中地雷阵，迫使俄方耗费价值数百万美元的防空导弹拦截，或以圆面包巡航导弹袭击后方弹药库，以数量弥补精度的不足。这场战争的残酷在数据中显露无遗。俄军囚犯部队平均存活率不足40%，哈尔科夫一役中，一个满编连队经过48小时进攻，仅剩17人生还，推进距离不足200米。相对之下，乌军通过无人系统零伤亡攻占阵地， FPV 无人机摧毁俄军一辆主战坦克的花费仅为坦克造价的1/5。然而，乌军的技术优势也并非稳固，一旦关键零部件供应链中断，尤其是来自中国的通信模组与电机芯片无法获得，生产线将立刻陷入停滞。泽连斯基近期紧急访美，希望采购战斧巡航导弹，用以弥补无人机战术的潜在短板，也从侧面暴露了乌克兰科技战的脆弱根基。好的，感谢你一口气看到最后了，这是对我们最大的鼓励和支持。要看最全面、最及时准确的战场热点报道更新，就请每日锁定新冷战情势。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也请您点赞、留言、订阅，把视频分享出去，让更多的人看到这个节目。想要赞助我们的朋友，可以打开超级感谢打赏赞助，帮助我们能持续做出更多好节目。谢谢大家。